你是一个刚入行的程序员，你正在开发一个软件，现在你要对代码进行一场天马行空的修改。此时的你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如果修改失败了，没得到想要的结果，现在能正常运行的代码又被改得一团糟，没办法还原，应该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聪明的你可能会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把目前的代码复制出来，做一个备份，给它取名为第一版，然后再进行修改。后边如果遇到问题，随时把第一版还原就行了。恭喜你已经掌握了最基础的版本管理。但假如这份代码需要频繁的改动，那每次修改都要手动备份一次，非常麻烦不说，过几天很可能自己都搞乱了，根本记不清每份代码里有什么。再假如这个项目需要你和同事一起做，那你们所遇到的麻烦会更多。比如多人之间代码如何同步，某份代码到底是谁改的，修改了什么，什么时候改的，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头疼了？但这时如果有一个软件可以在每次修改完之后都留下一条记录，并且你可以在这条记录里随时看到修改的时间、修改前后的内容以及它们的差异，修改人是谁，修改完后填写的备注，还可以把代码上传到一个类似网盘的平台，并且随时能下载下来，并自动合并多个人写的代码。那前面的问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没错，这个软件就是我们视频的主角，当今程序员的基本功，分布式版本控制软件 Git。作为一个软件 ，Git 可谓是师出名门，它的开发者是大名鼎鼎的 Linus， 当今最出色的程序员之一，兼暴躁老哥，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传说和怼人金句，比如 fuck 英伟达，比如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翻译一下就是废话少说，放马过来。而 Git 的诞生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时间回到2002年，当时的林纳斯正在开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项目 Linux。当时他选用的版本控制软件是 Bitkeeper， 这是一个商业收费软件。在一次矛盾之后 ，Bitkeeper 收回了 Linux 的免费使用权限。数次磋商无果 ，Linux 生气了，不好办，那就别办了。然后花了10天时间，自己开发了一款开源免费的软件 Git， 意思是不愉快的人，直接取代了 Bitkeeper， 成为了当今最流行的版本控制工具，并诞生了如 GitHub、GitLab 等无数靠 Git 而存在的网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软件世界。那么 Git 应该如何使用呢？其实并不复杂，下面我将会用几分钟的时间为你讲清楚 Git 的基础用法。我们首先到 Git 的官网，获取到对应的版本并安装。安装完之后，如果你是 Windows， 在桌面点击鼠标的右键，会看到多出了2个菜单项，选择下面的 Git Bash 就能打开专属的命令窗口，后边我们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窗口中进行。如果是 Mac 或者 Linux， 打开命令终端，输入 Git， 按下回车，会看到使用帮助，这就说明你已经安装成功了。在正式使用之前，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点简单的配置，绑定一下用户信息，修改屏幕上这2条命令，最后边的用户名和邮箱，这里乱填也可以，然后在命令行中依次执行。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使用 Git 来管理我们的项目了。第一步，我们需要先创建一个本地的 Git 项目仓库，一般会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克隆别人的仓库，我们在代码托管网站上，如 GitHub 上复制一下项目的地址，在命令行输入 git clone， 然后把刚才复制的地址粘贴在最后，按下回车， Git 就会把整个项目仓库直接下载下来。第二种是在电脑上新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中打开命令行，输入命令 git init， 它会在文件夹内自动创建一个.git 的文件，这就是我们的代码仓库了。这里面的内容千万不要动。那么我们如何用它管理文件和代码呢？我将会用一个简单的文本来为大家演示。先建一个文件 abc.txt， 把它打开，在里面输入我们的代码，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点赞。假设现在已经开发完了一个功能，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使用 git 把代码提交到仓库，打开命令行，输入命令 git add， 最后边加上文件名 abc.txt， 按下回车，就把我们刚刚修改的内容添加到了暂存区。暂存区是 Git 中的一个概念，类似于我们要发一个快递，在把快递放入仓库之前，需要先拿一个快递盒把东西装起来，暂存区就是这个快递盒。如果你修改的文件很多，也可以执行命令 git add 点，意思是把所有的文件都提交到暂存区。快递打包好，接下来就要把它放入仓库了。执行命令 git commit， 如果想对刚刚的修改进行一个备注，可以在后边继续添加-m引号，引号中填写备注内容，比如说-m引号新增了一个点赞，按下回车，代码就被我们成功的添加到了仓库。自此 Git 中的一次提交就完成了。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完成提交的3个步骤：1. 修改文件内容； 2. Git add； 3. Git commit。这会是我们开发中最常用的一套流程。一般来说，每开发一个功能或做完一个需求，都需要对代码提交一次。这样我们的代码就像玩游戏的时候保存存档一样，被存为了多个节点。我们输入命令 git log 就可以查看这些节点。这里可以看到每次提交它的提交人、提交时间、备注都被完整的记录了下来。这个命令还可以添加很多的参数来供我们查看更详细的信息，比如后面加上-state 就可以查看每次提交的时候都修改了哪些文件。在 log 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下面的 commit ID， 使用它我们就可以穿越时间回到过去，输入命令 git diff 加上某次提
提交的 commit ID， 我们就可以查看这次提交到底修改了什么内容。这么看可能会有人看不懂，但我使用一个 Git 的可视化工具，大家就会一目了然。我这里拿 PyCharm 做一个演示，屏幕正中间就是我几次提交的时间线，点击任意一个节点，就会在右侧列出这次提交修改了哪些文件。双击任意一个文件，它就会显示具体修改了什么内容，以及和前一个版本的差异。比如说，我这次提交新增了一个收藏，左边是修改之前的，右边是修改之后的，非常清晰。只是查看当然不够，我们还可以把代码随时回溯到某个节点，在命令行输入下边2条命令，其中的任意一个，在最后加上 commit ID 执行命令，就能把代码回推到指定的节点。2个命令的具体实现略有不同，感兴趣的可以去自行了解。Git 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分支。我们想象一个场景，我们的程序需要做一个中文版和一个英文版，2个版本功能略有不同，更新时间也不同，但它们又是同一个项目。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分支来解决。它就像一个大树上不同的枝丫，把一个程序分成多个版本，每个版本的内容略有不同，又可以互相合并。在命令行执行命令 git branch 就可以看到当前的项目有哪些分支。在项目的开发中，程序员们一般都会创建多个分支。首先是 Git 会自动创建的 master 分支，这个分支一般用来保存经过测试的稳定代码，用来在发布新版本的时候使用。正常情况下是不能修改的。如果想要开发新功能，一般会在 master 的基础上再复制出一个 develop 分支，并在这个分支上进行开发。我们执行命令 git checkout-b develop 就完成了创建。此时再执行命令 git branch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2个分支了，并且当前使用的是新创建的 develop。我们可以在这儿开发我们的新功能，等开发并测试完毕，要发布的时候，需要再把 develop 分支的代码合并到 master 上。首先执行 add 和 commit 命令，把代码提交，然后执行命令 git checkout master 切换到 master 分支，在 master 上执行命令 git merge develop 就完成了合并。当然，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步骤，实际开发时的流程会比这个要复杂得多。至此，你已经了解了 Git 在本地电脑的基础操作，可以用它对代码和文件进行管理了。点赞收藏过5000，下期视频我将会讲一下 Git 如何和 GitHub、Git.e 等代码托管平台进行互动，以及如何自己创建一个开源项目。我是玄妮99，我们下期再见吧。